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特斯拉财报表现不佳，引发担忧，导致纳斯达克领跌美股，标普500指数下跌约 1.4%，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约 0.9%，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跌，下跌约 2.1%。 接下来这条，特斯拉第二季度业绩喜忧参半，营收超预期，利润略低于预期。公司预计今年增长将显著低于2023年，致股价暴跌逾 11%。 尽管如此，特斯拉仍按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推出新车型，包括更便宜的电动汽车。下面这条，美国经济持续增长，通胀压力缓解，7月份商业活动以27个月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构成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由6月份的 54.8 上升至7月份的 55， 高于预期。让我们关注，华尔街知名策略师麦克·威尔逊警告人工智能 AI 交易过热，需关注数据支撑。Salesforce 和 ServiceNow 等 AI 企业销售低于预期，引发担忧，但英伟达等巨头表现强劲，保持较高市值。让我们关注，气候变化导致美国人口迁移模式逆转，从冷带向暖带迁移减缓，甚至出现从暖带向冷带迁移的趋势。让我们关注，美国豪华房产市场仍然火热，尽管整体房地产市场面临危机，富裕买家不受利率上升的影响，因为他们可以全额支付，现金购买量创10年新高，推动豪华住宅建筑商 Toll Brothers 股票上涨。接下来这条，环球音乐集团第二季度营收超预期，所有业务板块均增长，总营收达 29.3 亿欧元。下面这条， Lyft 将为解决股东诉讼而实施多项安全和治理改革。诉讼指控这家拼车公司的管理人员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司机对乘客的性侵犯和人身攻击。接下来这条，特斯拉能源业务表现强劲，创下电池能源存储部署量、收入和毛利纪录，其毛利率扩大，占特斯拉总毛利的比例增加，吸引投资者将其与亚马逊网络服务 AWS 相提并论。分析师预计能源业务将推动未来几年特斯拉的收益增长。下一条，宝马召回 29.1 万 SUV， 因内部货运栏杆可能在碰撞中脱落，增加受伤风险，召回涉及2018至2023款 X3 SUV。 接下来，美联储前主席杜德利改变立场，认为美联储应该降息，以避免衰退风险。尽管鲍威尔表示需要更多证据证明通胀正在放缓，但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很大。接下来这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如果再次当选，他的首要任务将是钻探。宝贝，钻探，以降低能源成本。接下来，令人失望的科技巨头财报季引发担忧，人工智能热潮并未带来预期收益，科技股暴跌，拖累标普500指数大幅下挫，自2023年3月区域性银行危机以来最差。投资人抛售大型科技股，转向市场落后板块，压住美联储降息，并担忧人工智能热被夸大。下面这条， Tellurian 受到疫情期间爆火的命股炒作，被更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伍德赛德能源以每股1美元现金收购，导致个体投资者大量损失。个体投资者曾受 Tellurian 联合创始人苏基的演讲鼓舞，将其视为打败华尔街的机会，但其复杂业务模式和风险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最后一条是，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认为，特朗普威胁要禁止墨西哥产汽车是竞选策略，不针对中国，旨在提高美国汽车价格。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